其实你太太提出离婚是想让你明白，她希望你能让她重回职场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我觉得她这个诉求也不算无理，你说呢？周法官，我说的，她确实不适合回公司，但是她要坚持，我不是不能考虑。那太好了。如果这个心结打开的话，你们夫妻之间也没有什么问题了。那这样你看好不好？我们组织一次面对面的调解，你有什么话呢，就直接和你太太说，也许效果会更好呢。这样，回公司这件事儿啊，你容我考虑2天，好不好？他完全理解，那我等你消息。好。这人呢，一开始跑得快，不代表跑得远，更不代表他擅长跑步。吴华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？成了。95、96、97、98、99，怎么少2张啊？我再数数啊。1、2、3。老婆，别数了，少一张就少一张吧，咱不差那100块钱。谁说不差100块钱？这些都是你辛辛苦苦赚回来的，少一张也不行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有事儿瞒我？藏钱了。你买的？这二手的它也贵啊，我又没说我一定要听它，你这赚点钱多不容易呢。老婆，从今往后，我们不用数着钱过日子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过苦日子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不是，咱们不是签下大合同了吗？哭什么呀？你看你。我替你高兴，但是我特别心疼你。我懂，没有你，就没有我福祥今天。老婆，我发誓，我一辈子对你好。你不许骗我，当然，你永远都不许骗我。我不会骗你。听听。方圆，给你添麻烦了。
你这说什么话？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？稍等，马上来了啊！来了。陈涛，你好，陈涛，我是方远啊，还记得不？方圆，我当然记得你了。我看你现在都是立案庭的庭长了吧？你看这么长时间没见，你这一点都没变呀。怎么可能啊！你看看，头发白了不少。好久没见，你也变了啊，长胖了是吧？是吗？这个你和唐薇这事儿，你看到我这儿了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你说你们两口子这以前感情多好，是不是？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？今天啊，正好就这个机会，咱们啊，好好聊一聊啊。我呢也给你们参谋参谋，好不好？唐薇，说句话。方圆，你的好意啊，我理解，我也心领。但是这两口子感情破裂了，离婚早晚的事儿。我相信唐薇肯定也没意见，对吧？是，我同意。别说这种气话啊！这个离婚这两个字啊，不能轻易提。这么多年的感情基础哪儿去了？啊？怎么破裂的？你们有证据吗？这还需要证据吗？常年两地分居，不见面不联系，也不说话。那不都是因为工作，对吧？工作原因，工作忙嘛，是不是？那之前是没有问题啊。我觉得这个事儿过一阵子就好了。方远，其实很多事情你不知道。我来英国第2年，我就让他赶紧来英国跟我会合。结果呢，几年过去了，他一点行动都没有，还用各种理由敷衍我，最后干脆不愿意理我了。既然都这样了，我觉得离婚就是一个手续问题吧。陈涛，你说这话我不同意啊。因为我们都在法院，唐薇我们还是很了解的，他呢确实有这个实际困难，我觉得你也应该多理解。还是那句话，之前呢毕竟有那么多年的感情基础，以前咱们先不说了，咱说以后的事儿。以后所有的事情可以多商量嘛，多沟通，多理解。唐薇，是不是？以后的事情以后大家好商量嘛。没什么好商量的，我有工作，不可能去英国，就是这样。你这就搞不下去了不？我还是刚才这个话，之前的事情咱们不说了，好不好？咱就说这个离婚，你们离婚了，孩子怎么办呢？小月月，她心里会怎么想？你们考虑过没有？孩子问题是这样，我亲自征求过月月的意见，她的原话是：这个妈有和没有都一样，她不在乎。瞎说了不？啊，这孩子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嘛？这可能跟以前不怎么在一起生活有一定关系，但是孩子有妈和没妈那能一样吗？绝对不一样。陈涛，我们很久没见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们一样也有个闺女，我那个闺女在家跟她妈妈也是经常打，哎，两个人不对付。可是这真有了事儿啊，我们这些当爸爸的还是不行，啊，这个女儿还是要找妈妈，是不是唐薇？哎呀，你倒是说句话嘛。唐薇，孩子的抚养权要不要跟我争一下？你这话问的，他肯定舍不得孩子啊，对不对？陈涛，为了孩子，你们以后也得……月月跟着爸爸，我没意见。唐薇，哪怕是表演，你也不愿意跟我争一下吗？今天也没外人，
咱们都不说气话，你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他没苦衷，因为他脑子里全是工作。月月刚出满月的时候，体质特别弱，但是他坚决要打回奶针，不愿意母乳喂养。这个当时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困难？他有什么困难呀？有产假呀，法院又不是没他不行。结果呢，坚持要回去工作。好，你热爱你的工作，你热爱你的事业，我理解，我也支持。但是有一次，方圆，月月3岁的时候误食蚕豆，送到医院抢救，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。我当时在外地，我回不来，我就要求他赶紧去医院看看。结果你猜这个唐大法官怎么说？不去，他就要回去工作，对吗？你怎么说的？陈涛，我跟你解释过了，我因为有工作，我离不开。那工作比你女儿的命还重要吗？好了好了，越扯越远了，回归正题吧。方圆，我们的事不用挑了。他提出的财产分割、孩子的抚养权，我没有意见。我后面还要开庭，抱歉，先走了。不是，哎，唐卫，你这……陈涛，你说这好好咱有什么话好好说嘛？方圆，辛苦你了。魏姐，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？怎么？我不信你是陈涛说的那种母亲。让你失望了。但是陈涛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不信。随你怎么想吧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要去开庭了。魏姐，你身上一直都有一种我很熟悉的感觉。我妈妈和你一样，也很喜欢珍珠。但今年，我还发现了你们另外一个共同的地方：你们都会为了自己的事业，选择牺牲自己的孩子。都说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母亲，或许我，还有你妈妈就是2个范例。世界很大，姑娘，慢慢探索吧。哎，吴女士，
过一阵子呢，我会安排你和福香好好的谈一次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觉得他对你是有感情的。行，那就这样，好，挂了啊。喂，福香那边有没有回复？我给他打了几个电话，但是他律师说他不是在开会，就是在出差，反正抓不着人。你再催啊，不行就像上次那样，咱们堵人去。行。嘿，有这时间，你说你多判几个案子多好。你不懂，咱们现在叫趁热打铁。我发现你对这案子特别上心，哎，为什么？你也没有结过婚，说了你也不明白。不是，哎，你这话说的就好像你结过婚一样。我也没有结过，可我爸我妈结过呀。啊，难不成你爸妈也有一个闹离婚、被法院调解劝和的故事？你说什么呢？啊，没那么狗血。我妈呢，她不会做饭。就因为这事儿呢，我奶奶总不给我妈脸色看。我妈的脾气你们也知道，一来二去的，我爸就是块三夹板。有时候我还心疼我爸。然后呢？直到后来，我爸被人告了，一审败诉，你们猜怎么着？你妈不离不弃。那肯定。而且那时候我奶奶病倒了，我妈3天2头的跑医院。后来我爸终于洗脱冤屈，二手恢复了清白。我妈呢，照旧对我爸骂骂咧咧。后面的事情就更有意思了。我奶奶帮着我妈一块儿的挤兑我爸，你说我爸可不可怜了？好感人啊！但是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啊？薇薇，刚刚周法官和你说了叔叔阿姨这么多的感情事，你应该用脑子好好的想一想啊！一起患难过来的夫妻，这么多年的感情能走到现在，容易吗？不容易。福祥无华在这件事情上，本质上双方是有感情基础在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修补工作，对不对了？上次我们医院来了个心理医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观点我非常的赞同。他说什么了？你怎么这都记得？我知道你肯定没有记住。心理医生说呢，每一段亲密关系都需要沟通，有时候吵架也是一种沟通。亲人和爱人之间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想吵架连个人都没有。所以我真心不希望福建和吴华就这么散了。说得好，我都被你感动了。我知道你说的是反话，干活干活干活。陪审员的大众思维和朴素观念能够弥补法官职业思维的局限性。方厅长，方厅长，哎，不是我问你个事儿，方厅长。别喊，别喊，你干什么呀？我问你个事儿。别喊，别喊，我出来，我出来。那你跑什么呀？你喊什么呀？你不跑，我能喊吗？好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又让人给告了？哎，你就不能盼我一点好吗？你们这儿不是公开招人民陪审员吗？我报名了，我就觉得在这个地方学习氛围特别的好，而且我也得来熟悉一下环境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哎，正好问你个问题，你看啊，中国古代有燕宋的。不，你先等会儿啊，我得跟你说一下啊，我们这个人民陪审员呢，他要合议开庭，还要经常到法院来。你开这个店做着生意，你有这个时间吗？我当然有时间了，我那个店可以让小妹看着。我就是想吧，我得做一点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，有意义的事情，感动吗？感动。但是，这个事儿光感动不行，平时冲动也不行。这个人民陪审员啊，他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他是要负责任、担责任的。你是不是嫌我没文化呀？这话什么说的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就这个意思。哎，你们公告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，文化水平高中以上就可以，我完全符合呀。我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看你就这个意思，你就嫌我没文化呗，嫌我的文化程度不够高呗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特别有正义感，而且爱憎分明、善恶分明，我怎么就不适合了呢？好，别喊，
咱不要站着说，你坐，你坐那儿，坐那儿。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呢要是真有这个心考，我们法院当然是欢迎的。真欢迎啊！但我得提醒你啊，就算你真考过了，作为人民陪审员，你也不能挑案子，而是法院给你什么案子，你审什么案子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哎，我为什么要挑案子呀？你不挑案子吗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会专门挑有你的案子才接？你也太自作多情了。我这个人啊，没有私心的，国家给我什么案子，我就审理什么案子，是不是？我就是为了报答社会，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。好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明白，那就预祝你考试成功啊！好好努力，我还有事儿，真不能陪着你。哎，你们那个面试的题，你能不能给我透露一下，我好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啊？我不清楚，这个事情也不归我管。那你帮我问一下总可以吧？问不了。那我面试的时候题你好不好使啊？不好使，不光不好使，还适得其反。混得这么惨啊？那你这个领导怎么当的呀？我哪是什么领导啊，大姐，你也看见了，我就是个站大厅的。那你们单位是不是专门选那个身材好的站大厅啊？我是因为站的时间长，所以身材才好了这么一点点。哦，那像我这个身材站大厅不也挺合适的吗？合适。哎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啊，你好好考，你要真考过了呢，你也得穿的朴素一点，不要弄得一天到晚这么花枝招展。我这衣服穿你那个呀，你那个多难看啊！哎，对了，正好我想问你一下，你们这个制服到底在哪儿定做的呀？可不可以把那个部门推荐给我认识一下？我跟你讲，我绝对把你们这些细节改良一下，设计感出来了，而且呢，价格也特别优惠。行吗？我还真是建议你现在就回去，最高法写封信反映我们这个情况。你看我们这个制服，首先，你说的没错，没型，一个筒子，哎，还有这领带一拉得，关键这个吧，固定不住，跑来跑去，你应该再长点是吧？还有，尤其是那个夏装，我跟你说，一个是难看，再一个呢还厚，热死人，里面有个里子，一出汗顺着后背，哎，你别动手好吧？我就摸一下，你这个面料确实不透气，是吧？那你赶紧回家去写信啊！哎，那咱俩以后是不是会经常见面啦？哎，你刚才不问那厂子吗？那厂子啊，山东、江苏都有，我回头把地址发给你，你赶紧找找他们啊！这么远啊？副总，法官那儿一直追着，要跟您聊一下。我原以为无话闹一闹，我拖一拖，冷一冷，这事儿就过去。没想到无话这么坚持。那您看，我该怎么回复？广州那边的事儿办妥了吗？办妥了。我自己去跟吴华谈谈。太太，要不我来吧？啊，不用了，我来吧。你先回去吧，明天再来收拾就好了。好。回来了，饭已经好了。我好久没吃你给我做的红烧肉了。
你今天好美啊！吃一口红烧肉。周法官啊，今天把你的意思都告诉我了。嗯，这件事情怪我，之前一直也没跟你说。今天呢，我也跟你表个态。老婆，我认为你还是好好的做副太太。什么意思啊？公司现在一切都好，不用你操心。我真的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那么反对我回公司呢？你别忘了，当初公司是我跟你一起建立的呀。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。现在你说非得要回来参与管理，我问你，公司现在主营的油木来自哪几个产区？木材的纹理特性、加工方式都有哪一些？他们的使用场景、客户分布区域又都有哪一些？差别是什么？公司的利润点是多少？负债率是多少？员工是多少？客户是多少？他们的性格特征是什么？这些你都知道。你真以为现在的生意还像当初那么好做呢？懂几句英文就能搞现代企业管理了？我不懂，我可以学呀。那你凭什么就认为我不行呢？是，你非得黑公司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不就是因为那个艾伦吗？付翔，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我跟艾伦是清白的，我们俩只是普通的合作关系。别拿我当傻子啊！你跟那个小白脸的事儿，我不提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我工作忙，你一个人寂寞，我理解，所以我忍着你，让着你，以为你玩够了就能回心转意，没想到你越来越过分了。你才过分呢！你说这些话有证据吗？你拿出证据来！装，再接着装，这儿没外人啊，也没有录像、录音什么的，你再装就过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看你才装的，你不相信，你凭什么要去周法官那儿说那些话？你是不是希望我宁愿在外面有人，也不要回公司，对吗？对，没错。付翔，我跟了你20年，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我把你当我付翔的老婆，老婆就应该有老婆的样子。可是你别忘了，华富是当年我跟你一起创立的，没有我也没有你的今天。没有我也没有你今天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你，我可以有王华、李华、芳华；没有我付翔，吴华这一辈子也只能待在办公室的格子间里擦笔写打字。付翔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婚我离定了，我也会拿走属于我的一切，你到时候别后悔。薇姐，吃个芝麻丸，可好吃了，尝一个。薇姐，喝不喝咖啡？给你倒点。哦，我不喝了，谢谢。小叶，我知道你找我什么事儿。
我已经跟你们方婷说过了，直接开庭，不用调了。薇姐，我找你不是这个事儿，我是想来跟你道歉的，对不起。那一次，我是把我自己的事情投射到案子上了，所以有点冲动了，不太成熟。我希望你别生我的气。自己的事情？我妈妈和你很像。哦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跟我说说。我妈妈和我爸离婚的时候，也选择了事业，放弃了我。所以你无法原谅她当时的选择。但我也想明白了，也许她有不得已的原因。所以薇姐，你的不得已是什么？我不想为自己辩解。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能讲给我听听吗？说出来，可能心里会舒服很多。真想听啊？我女儿出生后一直喝的母乳，因为她对牛奶过敏。出月子以后呢，我就要上班了，然后事情变得麻烦起来。如果我坚持让她喝母乳，那每隔几个小时就要把奶挤出来。但是那个时候一个停接一个停，根本就没有时间顾得了这种事情。所以你就选择了彻底断奶。另外呢，我觉得我当时自己有产后抑郁的症状。我抱着他喂奶的时候，我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。我觉得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丑陋臃肿的喂奶机器。你说这明明是自己的孩子，怎么就会……我自己都说不清楚。10几年前，产后抑郁的问题，没有人重视，即使我说出来，也没有人能够理解我。你先生也不能理解吗？他只是在隐忍吧。其实生孩子之前，他挺支持我的工作。他是教中西方比较文学的，我一直觉得他对女性没有相夫教子的要求。但是生完月月以后，他的心态变了，尤其是蚕豆病发生以后。其实我不太理解，为什么您的女儿在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了，您还要坚持在那个时间出差啊？因为我当时已经在外地了，当时还有几天就是春节。如果不冻结被告300万的资产，那春节后，被告人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去转移这笔钱。那原告呢，又是10几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，他们的血汗钱，有可能就此蒸发。那10几个人天天来法院求我，有的人等这笔钱结婚，有的人等这笔钱救命。叶欣，要换成你，你会怎么办？确实是难以抉择啊。所以，我决定不去医院。我当时接到陈涛电话以后，我躲在卫生间哭了5分钟。发泄掉情绪以后，就赶去了火车站。其实我到现在都觉得后怕。如果月月当时有个3长2短，别说别人了，我对自己都无法交代。那为什么这些调解的时候都不说呢？当时你妈妈出国之前，是不是所有人都劝她不要走？这就是问题所在。
陈涛出国的时候，身边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跟他一起走，但是社会对女人和男人的要求完全不一样。男人有了事业，一切都好，可是女人呢？女人的责任首先是家庭。如果你只有家庭没有事业，那会被人看成你是家庭妇女，又会遭到一轮新的歧视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一心扑在事业上，我和陈涛的矛盾无论如何是解决不了的。那你会后悔吗？性格决定命运吧。一个人走什么样的路，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自己能决定的。薇姐，也许有一天，月月长大了以后，或许他会理解你的。但愿吧。说出来舒服多了吧？你吃啊，那挺好吃的。当时啊，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。方远，唐薇的案子你怎么调的？怎么直接就给他们调离了？我也没办法呀，他们俩的这个感情已经破了呀，那强扭的瓜也不甜，不是吗？你搞清楚情况没有？唐薇我最了解了，她就是一个生活里不爱说话的闷葫芦。你拦一下，他们就好了；你手一松，那连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吗？王姐，我跟唐法官也聊过了，他们俩呀对生活的态度、对未来的期待，从根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就算我们去努力挽回，那结果不一定是好的。当时唐薇走了之后呢，我跟陈涛又聊了好长时间。我听下来，我的确是感觉他们俩这个离婚啊，是在冷静下来之后，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的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尊重他们，起码好合好散吧。人家都是劝和不劝分，你作为法官也好，作为同事也好，那就再努力调一下嘛。我努力了，我努全力了，我也不想让他们离嘛。王，你站住！回来，我有事儿问你呢。什么事儿？那个，之前咱们去不是在选人民陪审员吗？那个最终的名单出来没有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我是想问那个谁，他在不在名单上？哪个谁？胡小青。你猜？你有点正形没有啊？你跟我说他在不在名单上？跟我发火了！我告诉你，我是真没看出来哦。方远，你都这把年纪了，搞得魅力还很大嘛，弄得当事人五迷三道的，真是法律无边哦。我不跟你废话，不说是吧？我自己问去。方店长，我早都帮您打听好了，那个胡小青，他没选上。那你不早说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就跟他学坏了你，啊！行，赶紧，都去忙吧，去忙吧。先走了。方远，胡小青折腾你，就是你活该。之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变了？吴律师，你看我再找付家去谈一谈，你看怎么样？周法官，你不用再找他了。如果刚开始离婚的时候，我的确是有赌气的成分，可是现在我已经彻底的清醒了。做了20多年的富太太，我真的已经做够了。我想做回我自己。那目前这样的情况，我还需要再去向福建去了解。周法官，你应该能看出来，我当事人态度很坚决，不调解。
而且不管对方做出什么样的让步，我当事人都坚持要离婚。我已经看清楚他的真实面目了，我对他不抱任何希望。哎，周法官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孔女士，哎，傅先生没有来。傅总很忙，他的离婚事宜现在由我全权代理。那更好。我们递交的财产分割方案，你有什么异议没有？没有异议啊，不过有个情况啊，我得通知一下你们。昨天我委托人所有的股份呢，已经在广州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成功，有另外一家公司啊，200万买入，因此你们刚才提出的划分股权，吴华女士是无法分割的。但当然了，如果吴女士没有任何异议，签署离婚协议之后，我们会将200万金额的一半即100万打入到吴华女士指定的账户中。孔律师啊，你等一会儿啊，这么大的一个公司，福祥又是第一股东，这股份就卖200万，卖给谁了？抱歉啊，这与本案无关。那行，那就麻烦孔律师转告福祥，他如果拿法律当儿戏，那我们就法庭上见。谱着一句漫长的承诺，一天一天平凡的奔波，从不去问路还有多远，只是这样安心的走着。举着一盏跳动的灯火，守在黑白岔路的道口，碰触心头赤子的温热，洒在人间微凉的角落。像清凉的吹影敲响正义的磅礴，原来这就是爱的证据，有一生不变的执着，像心底向阳的种子，证明这份漫长的承诺。举着一盏跳动的